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在番禺的沙湾古镇啊，这座号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西门口。我的背后呢，就是一块反映着沙湾还有番禺历史文化的巨大的砖雕。我从这边呢，准备开始慢慢的骑行到村里，应该是这个小镇里面啊，去逛一逛。刚刚呢，我是在左侧的这个小的莲池，但其实我现在针对的呢是影壁后面的一个更大的莲花池。这个莲花池啊，这莲花满满当当啊，完全覆盖了这个水池，还是开了一些很漂亮的莲花。这里呢，毕竟成了旅游的区域啊，开了很多这种旅游景区才有的小店。这个水池里面还有很多传统的文化，这种形象的装饰。这里呢也有一些本地人开的餐馆。咪翻屋企慢慢搣咯。这边呢有很多当地的土特产的小店，也开了很多的餐馆。你看，最有名的就是酱梅奶、双拼奶之类的。沙湾古镇呢来了很多回了，每次呢不变的就是这种休闲、舒适、随意，但是也有一些变化啊，因为有时候是过节，有时候像今天是平日，人流是不太一样的，而且这边也会搞很多活动啊，就有时候你可以跟这种民俗活动呢
近距离的来打个照面。但是这里透着文化沉淀的就是这些宗教的道观、庙宇，还有就是传承好几百年的当地的豪门望族的祠堂。我的右侧呢就是刘根堂。现在呢，我就在这个老镇的狭隘的街道，都是铺着那种古老的石板小街上面随意的逛逛。原来这边出来呢，就是刚刚来过的莲花池边上的这些村民的住所了。
现在呢，又回到了刘根堂跟前的广场。同样的，对着祠堂呢，也是一个大的水池。这边呢，就是当地知名的中学向贤中学，作为一个古代的知名的小镇啊，这里也是人才辈出。当然，教育肯定是它的基础。这就是向贤中学，秦二生题的词，建在大祠堂后面的山上的一栋学校。在这种古时候就有的街道里面行逛啊，当然也增加一些现代人的一个装点，就会有一种非常宁静的心态。确实，在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支配底下呢，生活似乎就变得圆满。所以时不时到这种小镇来逛逛呢，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。你看啊，用这种牡蛎砌起来的墙，是这边的一种修饰墙壁的传统啊。一下子呢又骑到了外面来了啊，但是呢，前方就是向贤中学的另外一个大门，边上呢有一个叫古园的一个小院子。现在呢，想必已经来到了小镇的外围了。虽然这个小镇呢已经显得陈旧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老百姓在这边安居乐业，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感觉意犹未尽啊！我再掉个头，再往小镇里面骑行一下。
沙湾镇正源有一个广州市历史建筑在这里面。其实就是一个院落了，这个就是正源，但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很好的修缮吧，成了餐馆的所在地了。这里是沙湾街道的沙湾北村。看来这边呢就是沙湾镇的商业街道了。正对着呢就是和苑市的一个纪念馆，这边呢是和氏族人非常兴旺的地方。你看这里还保护良好的一些老房子。这边呢不仅有这些艺术馆啊，知名人物的纪念馆，这边还是音乐的本地音乐的一个起源地吧。这边是沙湾广东音乐馆，就本地人呢对他们这些自己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化应该是情有独钟，特别是这些乡村地带的老百姓。但是年轻这一代呢，慢慢这种观念就淡薄了。就在这边的随意的推着车逛逛，我感觉也非常棒。天气再好点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停车在里面好好的走走，可以找一些小吃店，吃点当地特产，觉得感觉更好。我的身后呢是沙湾非遗古镇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小镇。那我的对面呢，现在建了同福酒家，边上呢就是一条商业街道，从这边出去呢就是沙湾古镇的南门了。
还是有些人穿着一些古装在街上闲逛拍照。好几百年的古镇啊，它依然保留着它的街道，照样有这些传统的商业，多少还保存着以前的文化的韵味，这也难得。但是呢，也受到了现代文明还有现代城市风貌的影响啊。现在的人呢，肯定也不满足于以前那种慢节奏了，可能有很多人呢也希望更快的节奏，希望这边呢有更多的时尚的元素啊等等。好了，现在呢我就从沙湾古镇南门这边切出来，看看再到哪里去转转啊。总的来讲呢，今天的天气还算帮忙，虽然呢已经出了太阳了，但是我相信气温还没有高到不能骑行的地步。现在呢，我已经离开了沙湾古镇了，在这条叫四良路的大路上骑行。
就我想前面的应该就是宝墨园那边了。我记得上一回啊，到了宝墨园门口呢，因为车胎爆胎，中途呢就早早回家了。记得还是搭乘着公共汽车转地铁回去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还想再去寻访一下，骑一骑上次没有骑完的这个路线啊。从这个方向骑这条四粮路呢，应该还是第一回啊。
骑着呢，一块电池告罄啊，我不得不停下来换了一块电池。现在呢，继续在这条马路上骑行。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要长啊，但是呢，路况很好，有非常宽的骑行道。前方呢，左侧去顺德，我觉得我应该就要拐到左侧去吧。这里本间啊，看到警察在桥下抄牌，总是有人中招啊。现在我继续顺着四良路拐上座桥，下了桥呢，就应该去了保牧园的门口了。前方这座大桥就叫紫泥大桥。上次呢，我就是从右侧这个台阶抬着车上来的。
好，再次来到宝墨园。我身后的最大的一个牌坊写着“宝墨园”，是江泽民题的词。这条进山门的大道啊，非常的宽敞。现在呢，就已经来到了紫泥河的边上了。我上次呢是从对面的龙湾村骑行以后，再经过紫泥大桥来到了这里，结果呢就遇到了爆胎啊，不得不中断了在紫泥岛上的骑行。今天呢，希望运气好一些啊，就在岛上可以骑得稍微远一点。就像这些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带啊，反而还保留着很多岭南文化，以前的旧建筑、传统一些文化的遗存。更多的呢是富起来的人呢，不忘先祖，传承文化，以仿古的建筑的形式，又建了很多大的院子，就像这宝墨园等等吧，所以呢，就变成了旅游的产业啊。那你买来多少钱？拿个贵的，贵的，贵的。今天呢，并非周末，也不是节假日啊，所以相对来讲，这边人和车就少了一些，但是还是排满了很多的游客的车辆，因为毕竟还在暑假期间啊，带着孩子出游的家庭还是不少的。好，我们来到一个平台，稍事休息。这个河的对面呢，就是龙湾村，从那边呢可以连上四桥水道啊。我们回去的时候有可能会从那边回去。我现在镜头对着的呢，就是宝墨园的正门，一个非常漂亮的仿古的园林。
好，在这边呢休息一下啊，就作为我第二段骑行的告一段落吧。我们等一会儿在紫泥岛上啊，再随意的逛逛，然后从这边呢就骑回祈福去了。希望呢今天好运，车子不出状况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